些事很烦，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连跌带滚很冤枉，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爸，爸，你一大早站在我门口做什么啊？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可以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啊？我头晕。你为什么不要回去好好休息？我去叫哲佳。哎，不要。这样你不要站在这里了，我扶你过去好好休息。我坐下来休息。我现在要出去买早餐，我顺便帮你买一包哦。你就坐这啊，不要乱走动啊。你要躺下来休息也可以，我倒杯水给你啊。喝点水吧，来。我把水放在这里啊。不太对劲哎，我骂人的时候更可怕。哲佳，宇航，
你有没有看到我爸？他有没有去你们家？不知道，进去看看吧。西高树，老妈，爸，家里没人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爸真的不见了，我怕他会出事。你冷静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昨天晚上看见他的房门关着，我就以为他在睡觉，所以我就没有去打开他的房门。可是今天早上，我进去他的房间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在房里。我怀疑他昨天晚上就不在了。会不会像上次那样，只是去透透气啊？我担心这次不一样。我刚才去到照相馆找他，我发现他洗好了他的车头照，摆在桌上。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？他会去做傻事？他会不会去自杀啊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爸不像是会轻生的人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啊，都是因为我脾气坏。为什么我要说话伤了他？为什么我要跟他吵架？为什么我要不顾及他的感受，说那么重的话？我就跟他吵架，有意思吗？啊！别说了，我现在陪你去找他。走吧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怎么样？你好点了吗？先吃点东西吧。我儿子陈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可是又跟阿家走了。啊？跟哲家走了？那你他们去找我，找你？你们在玩什么捉迷藏啊？我昨天晚上在照相馆洗了一张我自己的车头照。吃饱没事做啊？什么照片你不好洗，你洗这种不吉利的东西？我看是时候了，先准备比较好啊。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两脚伸直。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你不要为了那10万块钱的事搞到自己这样吗？那10万我已经还给哲家了。其实我一直不想说，是因为我不想要破坏阿云的名声。如果你认为我老婆是这种人，你就不是她的好朋友。我是看到他为了隐瞒这件事情而搞到自己心神恍惚，他又很怕你知道，所以我才会这样乱想的啦。是我的嘴巴坏，爱骂人，又不分青红皂白，所以阿云才会很多事情都不敢跟我讲，误会才会越来越深。你知道就好咯。我住在你们隔壁啊，每天听到你骂老婆，永远都是你对，他错。他没有错，错的都是我。可惜咯，现在他人都不在了，都走了。你才来认错。阿云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，是我的嘴巴坏，硬是要冤枉他。他有跟我说过，那个晚上他是睡在公园，后来他担心孩子，第2天他就回家了。我现在真的知道了，这个家全靠他撑着，他一走就散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要你就去做，你搞好跟孩子的关系，阿云他才会瞑目。其实你3个孩子里面也有孝顺你的，我看得出来，哲家他很关心你呀。他是最让我伤心的，他居然认为我不是他的亲生爸爸。
跟你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咯，脾气跟你一样臭咯，一冲动就乱讲话。如果你要怪他，就先怪你自己啊。对，应该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等一下，我陪哲佳去找他爸爸，如果西瓜树有回来，马上通知我。你不要想这么多了啊！我泡一杯提神的咖啡，加料的，请你喝。星期3之前把proposal做好，先出去吧。姐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接电话？我在开会啊。爸不见了，我怕他会去自杀。自杀？他洗了他的车头照。你跟他吵了些什么？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我宁愿连累人当我爸爸。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我知道我不该说，但是我不该说我都已经说了，那你要我怎样？你就应该向他道歉啊！大家就是臭脾气。姐啊，到底怎么办？爸那么讨厌我，他怎么会来找我？我都说了，不用问他，问他是白问的。爸只是出去走走，是你们女人大惊小怪。你对爸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对爸就很好啊，还不是什么事都瞒着他？我跟你怎么会一样呢？你还好。OK，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，好不好？都是你啊，去刺激老爸，说什么不是他亲生的，谁听了都想吐血啊！这种伤心伤肺的话，亏你还说得出来。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是一时冲动，一时冲动，不是理由。借口。好了，大家冷静点，解决事情比较重要。放心，我已经部署了一切。你做了什么？首先，只要一有西瓜树的消息，老妈就会马上通知我。我也通知了报馆的同事，哪里有命案发生，也会让我知道。不要说话。我们还是去找爸爸。喂，什么？啊，好。老妈说你们家传来哭声，应该是西瓜树回来了。快点！走吧。你这是什么咖啡啊？不但不提神啊，觉得很困啊。困了，那就对了，可以好好睡觉了。小心啊，小心！来，慢慢来。你真的那么困啊？哎。可以睡觉了，你放心啊，我有你家的钥匙，我可以帮你锁门的。我还不想睡，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。哎呀，看什么？改天再看呐。现在看。你要拿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啊？看什么？那，这是他们小时候拍的照片，这是阿国和阿明。哎呀。阿云年轻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漂亮啊。我答应过阿云要改掉臭脾气的，可是从来都没有改。我真是混蛋。是啦，你是混蛋啊，混蛋就睡吧哈，你都这么困了，你是混蛋，睡。我还有东西要给你看。你还要看什么啊？那个时候他们虽然小。但是每年都记得做生日卡给我跟阿云。那这一张是阿佳6岁的时候做的生日卡，字都不大会写，乐都少了一撇。6岁能画到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哦，原来你的生日是在4月5号啊？哎，哦，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。一个人也没回来帮你庆祝生日，冷冷清清的，真的是没心肝。不过生日也是忌日，那也不错。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就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啦。像我这种人，活着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活着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睡吧。不要再说了哈。没有意思。西瓜树，他是不是吃安眠药自杀？家里怎么会有安眠药？还说这么多，快叫救护车！爸，
爸，你醒醒啊，爸！爸，你醒醒啊，爸！爸，他还有呼吸，他还有心跳，你快点打，快点打！哎，先别叫救护车。为什么？你们想想，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，西瓜叔怎么可能会有安眠药？我没有安眠药，我妈她也没有安眠药。那他吃的应该不是安眠药，因为一个人如果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人体的器官是会出现胃痉挛、腹疼口吐白沫等症状，还会一直的抖动。可是你们看西瓜叔，你又不是医生，你敢对他的生命负责吗？他应该只是一时太累睡着了。今天几号啊？4月5号。今天是爸的生日。我们忘了是他生日，平时都是妈提醒我们的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送给爸的。好久好久以前了。亲爱的爸爸，希望你喜欢我送你的车。我长大了买真的车给你，生日快乐。这应该是你的杰作吧？喂，是你的名字啊。他以前我这么有心的，哪像现在啊，心都被狗吃掉了。你也没有好到多少。是我也是良心狗肺。我们都不孝。有心不怕迟。我怕真的太迟啊，还是打电话叫救护车比较安全。不用打。你吓死我！哎呀，他只是吃了1粒安眠药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为什么给我们的爸爸吃安眠药啊？榴莲嫂，太过分了！唉，真的要这样做，才能够换回你们的真情啊！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天天开心啊！对了，其实大错应该这样才对，祝你长命百岁啊！讲这种话你。美女，你昨天差点把他们吓死了。不这样，大家怎么知道爸爸的重要？谢谢你啊，榴莲嫂。谢谢，谢谢啊。那你自己也有看到视频了哦，你3个孩子啊都很关心你。阿公，你一定要活久久，你要参加我的大学毕业典礼，看我戴放帽子 ，OK？ 当然了。哇，这么有自信！我一定要赢过表哥，读到 PhD， 然后再拍更 steady 的全家福。哇，有志气啊！你们妈妈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会开心，一家人可以和和气气。所以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谁和谁吵架，也不想看到谁又看谁不顺眼了。兄弟姐妹是没有隔夜仇的，更何况我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你做错事，我还是会照样讲的啊。那总之呢，要讲要骂要切要剁，尽管放马过来。你说的啊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。等一下，那如果是外公你看他们3个不顺眼怎么办？我当然可以看他们3个不顺眼啊，因为我是他们的爸爸嘛。可以这样的。不过呢，你们也可以要骂要讲要剁要切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好，你说你们做证人。好，我们做证人来 ，Cheers！ 哎，小姑姑，你是不是还怀疑你不是阿公的亲生女儿啊？哎，不要乱说话。不然这样啦，我们去验 DNA 就可以知道你们真正的关系了。不用验啦，我肯定是他的女儿。哦，对吼，你们2个的脾气都臭过厕所，肯定是啦。你的厕所啊。阿明啊，没大没小，管教一下。阿公，你吓死我嘞！我们一起拍张照吧。好，帮你们拍全家福吧。哎，你们一起吧。一起来，一起，那叫服务员帮忙。来，麻烦你帮我拍张照好吗？来，安静，你靠近一点。可以。Say cheese。不对，要说西瓜甜不甜？西瓜甜不甜？我发了这么多简讯给你，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回复我？
我在忙。忙？回复我一个几句有这么难吗？还是你在找借口啊？老妈，你们先上去，我去订车。还有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吃团圆饭吗？雨林，我们是林志玲。安迪，这是我和远航的事，你可以不要插嘴吗？喂，你为什么对我妈这么没礼貌？你不要扯开话题，我要你跟我解释清楚。我没什么好解释。我先上去。我说句难听的话，你不要生气。啊，有什么不是直说了？你这样子我会不习惯的嘞。那个女人呐、如果做了你的媳妇，你肯定变成榴莲糕。什么意思？不要乱说话啊！她会把你又搓又揉，不扁才怪。你讲呗。不是这样，现在还没过门就已经对你那么没礼貌了。过了门，她做黑市，你就只能做最便宜的金枕头，可能连金的都没得做，只能做木的。哎，你不是不吃榴莲的吗？你现在连金枕头是最便宜，你都知道。我是关心你，所以才提醒你。他之前跟阿远还没有 steady 的时候，对我总是千依百顺的。刚才我才讲一句耶，他突然那么大声。哎，哲佳啊！李玲以前是你的上司对吗？你应该很清楚他的为人嘛。他到底真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？知道什么就告诉他，造福人群。对你也不想我以后变成榴莲糕吧？啊？其实他，哎呀，远航喜欢的女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的，你们就不要乱猜测了哈。现在到底是怎么样？我应该告诉哲佳说，我们的儿子是喜欢他的，他是为了要还他清白，所以才跟那个雨林在一起的。他们两个啊，真的是苦命鸳鸯。哎呀，我现在守着这个秘密，我守得很辛苦嘞。哇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依莲啊，真的是人格有问题嘞，我越来越不喜欢她了。那你喜欢哲佳？也不是不喜欢，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她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要做对的事情。笨，你刚刚说我什么？笨啊！搞得那么迟啊？那个依莲还在生气啊？没事了，完了，睡吧。哎，外公，我来。我又不是七老八十。你没有80，不过有7老了。有生要的话，妈咪不会放过我的。哇，怎么越挖越多啊？我租的那个地方那么小，不知道放不放得下哎。放不下，就再租多一个单位啦。哇，外公，你很浪费钱喽。其实那些人现在不拿，以后也不会来拿的吗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对顾客应该尽的义务。有些底片对顾客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可以这样随便丢掉。如果他们回来的话呢，要找不到，他们会很失望、很难过的，你明白吗 ？OK， 我们收啊。越来越像外公。他比我厉害呀。其实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数码化的吗？几个 Thumb Drive 就搞定了。我忘记外公是老古董，排斥新科技的。带他说。谁说我是老古董？说我是老古董就要教我啦，害我搬到腰酸背痛。这个底片就可以放在这里，啊，盖上盖，然后就按这个按钮，它就开始扫描，啊，然后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打入你想要的名字，它就会储存在电脑里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哇，现在的科技很厉害啊！哦，
还有更厉害的，之后我教你用 Photoshop， 你就可以把一张很烂的照片修得美美的。那还有什么技术可言呢？怎么没有？那我们取镜的角度是科技没有办法改变的嘛？科技可以让一张照片变得更完美，更像个艺术品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外公啊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想法真的要有改变。来，我们弄另一批。伯文啊，我从来没有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拍照有兴趣的？外公，你忘了？忘了什么？是你让我想当摄影师的啊。是吗？我还记得，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你帮别人拍照。每当你帮别人拍照的时候，你都会问西瓜甜不甜，然后他们回答甜的时候，就会显得非常的开心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是个魔术师，一个能让别人开心的魔术师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自己以后也要跟你一样，成为一个能让别人开心的魔术师。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让别人开心的魔术师。这本来应该是我最期待、最开心的一天，和平照相馆成为历史了。可是，我却有满腹的心酸，强忍着我的眼泪。这个锁住我的青春的地方，居然让我有这么多的依恋。也得孤军作战，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按牌理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每一个和爸爸单独相处的痛苦日子，后来居然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庆幸有这10年的人生低谷，因为它锁住了我和我的父亲。听说你最近常常煮东西给你爸吃啊？我都是网上学的，而且煮的一点都不好。还好爸没有投诉。难得他没有投诉。他真的改变了很多哎。你也改变很多。还在努力中啊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啦！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说出来。什么事啊？这个秘密收在心里真的很辛苦啊。什么秘密？阿远叫依莲还你清白，依莲就开出一个条件。我一直期待能遇上一个爱我、保护我的男人，我却遇上了他。而远航居然能够为了还我的清白而典当自己的爱情，他让我感觉到真爱。但是远航一向来热心助人，或许这不代表什么。真的是他吗？跟着我聊。
看。Miss Wang，请拍照。Miss Wang，你看是他，怎么讲啊？不知道。Miss Pa 早，你们今天是怎么了？一个两个怪怪的。泽果，我的画笔无法画出你的美丽，连1/10都画不出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，可惜我失去了你才知道，你只是憧憬简单的家庭生活，有个男人能爱护你，保护你，有个肩膀让你依靠，这些我都没给你，我给你的却是一道深深的伤口。我伤害你那么深，你还选择原谅我，成全我。在这里，我要公开承认我的错误，向你诚意道歉。如果我还能活多一次，我还是要你做我的老婆。克林在吗？克林呢？他叫可怜虫吗？在医院。医院？他得了什么病啊？癌症啊。第几期？快死的那种咯。真倒霉，捡到个垃圾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是个垃圾啊！你要去哪回去啊？啊！喂，你什么人？为什么打响楼？你快走啊！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恨是伪装了的爱，很奇妙的，在死神的面前，恨会忽然变得很渺小，甚至不存在，爱就开始潜出水面。姐发疯的到处找姐夫，我终于明白了远航说的，每个苦难的背后是个化了丑妆的祝福。小姐，请问钟克利住在哪间房间？姐，终于找到了姐夫，他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激发了我，是否也应该争取我的幸福？太多一点，无从遮掩，太明显。等了好久，走了好远，原来爱一直在身边。你承诺的每颗心愿，我已不记得那一天。等了好久，走了好远，一份爱不在乎妄念。就算这一切都是个冒险，有一个期限。等了好久，走了好远，原来爱一直在身边。你承诺的每颗心愿，我已不记得那一天。等了好久，走了好远，一份爱不在乎妄念。就算这一切都是个冒险，有一个期限。我的坚持是永远。我有事要问你。谁呀？
哲佳，来，进来坐。哎呦，我刚好要下去楼下买东西嘞。哎呀，不过我要买的是黑蒜啊，要去很远的地方买，楼下没有哦。你们慢慢聊，我没有这样快回来的啊。你有带钱吗？哦，有啊，在我 pocket 里面啊。好，拜拜。你妈她很不会撒谎啊。是啊，跟我一样啊。开门，快点，关门，这个地方躲一躲。被大龙追债啊！跟你说啊，以后我们的关系啊，可能要改变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搬家了，不做邻居了？我不只要做你的邻居，我还跟你做亲家。亲家？我儿子跟你女儿现在在我家里，我不想做他们的电灯泡，不是过来这里咯。亲家母，亲家公。坐啊，我做。坐啊。哦。店长你好。嗨，你好。我叫潘泽佳，站在你旁边的这位 VP 池先生是我以前的男朋友。其实，池先生是我的初恋情人，我们10年前分手，不久前刚复合。最近餐厅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人偷钱，我要在这里声明，钱不是我偷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偷钱。至于钱是谁偷的，Elaine 或者是池先生，他们知道，所以你们可以问他们。Elaine， 我的名誉我自己淤青了，我不再欠你什么。池先生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1个月后，我不再是翠玉玲珑的职员。谢谢。你辞职了？是的，我辞职了。我已经不是翠玉玲珑的员工，同事们怎么看我，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很好。你不再欠你琳什么了，你不需要对她履行任何承诺的。我对她有什么承诺？你真的很不会撒谎。你妈已经告诉我了，你跟他是个交易。感情怎么可以当交易呢？是我心甘情愿。你喜欢的人根本不是他，你喜欢的是另一个人，对吗？可是，我不知道我喜欢的那个人，他喜欢我吗？你说呢？我们想买4点金，看看喜欢吗？妈，不用买这么多啦。要4点金是一定要的哦，给我唯一的媳妇。老妈多疼你呀！来试试看。阿姨，我来帮你。好。
大家看这里啊，准备。快点！我们终于拍全家福了，而且还加了新的成员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美女，我们到了。你们坐游轮度蜜月，自己来买票就行了嘛，拉着我一起来做什么啦？给我们点意见吧。是啊。啊？我也去。对啊，我们说好了，你不去的话，我们也不去了。不要了，你们去度蜜月，我去做什么？一起去啦！医生，这是为你们订好的3张机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不是坐船吗？是啊，我有听你的话，我们是坐船。不过呢，我们是要先坐飞机到那边才可以坐船的。搭飞机很快的，才几个小时就到了。是啊，妈，如果你要克服你的惧怕，你就一定要勇敢的面对它，你不要逃避啦。这一生才不会浪费掉。我们到底重不重要？我们是不是很渺小？深藏心中的那一套，人家会不会觉得可笑？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发挥这一些影响力，影响这一些人。你能传承好的或是不好的给下一代，相同的，你也能从下一代身上学到些新的东西。不要让自卑左右你向前冲，每一个人的贡献都不同，也许你就是最好的Johnny. 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 you. I'll see you next week. Bye. Thank you. 你们好厉害，拜拜。哇，大老板，什么信啊？老师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哒哒哒哒，什么来的？打开来看。哇，你得奖了！哇，你外公一定很开心的。是啊。你很厉害。哦，芝芝，芝芝，你为什么看着我呀？你应该看表哥的得奖照片哦。你看，你看，来，只是看到了吗？你也在里面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全家福了。你在里面，你看到吗？在里面。那个呢，就是你的外婆，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。来，大家来拍个合照。哎，主角呢？我完了。主角。哇，帅哥啊，是吧？拍照，来。啊，对对。来，大家过来这边。可以来，大家往这边。西瓜甜不甜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中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
把你的眼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